一名女大学生被残忍的杀害之后，被凶手小心翼翼地剥皮，然后通过裁剪缝纫做成了一件人皮马甲。没错，凶手将受害者做成了一件衣服，然后穿在自己的身上。当这位女大学生再次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面目全非了，而且还散发着恶臭味。此案疑云重重，调查当中警方还意外地发现了另一起剥皮案件。一个儿子剥下了父亲的脸皮，将父亲的脸做成了一个面具。经过18年的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凶手。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受害者做成衣服？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波兰少女剥皮案。1999年1月，波兰的克拉科夫正值凛冬，维斯瓦河上雾气弥漫，一艘拖船正在缓缓的航行。突然船速骤降，螺旋桨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死死的缠住了。船长就命令一名船员去清理。那名船员弯下腰，伸手就探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当中。他摸到了一团滑溜溜的东西那个东西软塌塌的，像水草又像破布。他使劲的往外一拽那东西就被扯了上来，黏腻惨白，又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味。船员皱着眉，好奇的凑近，用手摆弄了几下，然后他看到那个惨白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凸起，再仔细那么一看那竟然是一只人类的耳朵。船员一声惨叫，把那团东西扔得老远一屁股就瘫坐在地，浑身发抖他刚刚拿在手里的是一张人皮。船长就马上就报警了，警方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但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在这条河上每年都会捞出轻生者的这个遗体，这个遗体被螺旋桨给扯掉皮肤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当他们仔细检查了那块人皮之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不是被螺旋桨给扯下来的，那张皮切口平整边缘有裁剪和缝合的痕迹，那是张被人用极其专业的手法完整的剥离下来的一张皮。法医的鉴定结果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这张人皮覆盖了从大腿根部到颈部一直到左耳的整片躯干的皮肤，没有脸也没有手臂，乳头也不见了。这张皮从左乳下方到右肩有一条斜向的缝合线。法医判断凶手使用的是手术刀，剥皮的手法极其的精准，他是在制作一件人皮马甲。警方封锁了整条河流，展开了大规模的打捞。1周之后，他们在河里找到了一条右腿以及一些破碎的衣物。那些衣物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格子的衬衫。要说明的是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起使用 DNA 技术来侦破的刑事案件。通过 DNA 对比警方确认了河里的人腿和人皮是来自同一个人。随后他们结合几个月前的一些失踪案，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受害者是23岁的卡塔日娜，她是一名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在读大学生。1996年，20岁的卡塔日娜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去爬山，途中父亲失足摔下了山崖，导致了脊椎严重的受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回家卧床休养之后不幸的是这个伤口发生了严重的感染，不久之后就离世了。卡塔日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从此她的性格越发的孤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与任何人说话。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多次尝试自我了结，幸好是每一次都被他的母亲及时发现并阻止了。母亲非常担心自己的女儿。1998年11月12日他为女儿预约了心理医生，约好的下午6点在诊所的旁边见面可是母亲在诊所的门口等了很久很久，始终不见自己女儿的身影。她跑去了女儿的公寓，没有找到人。报警之后警方只是淡淡的告诉她，失踪时间不足24小时，不能立案。卡塔日娜就这样的消失了。3个月之后，她的一部分皮出现在了维斯瓦河的螺旋桨上。卡塔日娜的母亲得知女儿的遭遇时，悲痛不已警方将调查人员分为了3个小组，一组从人体组织上来寻找线索，第二组来调查卡塔日娜的人际关系，第三组排查案发地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2组来到了这个大学，一位同学透露卡塔日娜遇害前一段时间看上去心情非常不错，每天都化着精致的妆容，还把头发染成了金色。同学们就怀疑她是恋爱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男友是谁，她总是独来独往。警方呢找到了卡塔日娜的母亲，母亲说女儿很少跟她交流感情的事，但是在父亲去世之前呢，她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啊，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可自从女儿生病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了来往。警方就找到了那位青梅竹马的 A 先生。面对警方呢 ，A 先生显得有一些意外，也有些紧张。他说自己曾经很喜欢卡塔日娜，3年前呢还订好了餐厅准备表白。可是呢，他在餐厅里从白天等到了晚上，卡塔日娜都没有出现。后来呢，他才知道那一天正是他父亲去世的日子。之后呢，他多次试图去探望对方啊，对方呢总是避而不见，两人渐渐的就失去了联系。得知卡塔日娜的死讯之后啊 ，A 先生非常的悲伤。警方经过核实，确认案发时呢，他一直在学校上课，没有作案的时间，嫌疑也就被排除了。在此同时呢，三组那边也发现了一位可疑男子，一名住在维斯瓦河附近的男子 B 先生啊，从人皮被发现的那天起啊，他每天都跑到河边徘徊，尤其是在傍晚啊，总是对着河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警方呢就找到了他。毕先生的解释让人哭笑不得啊！他说自己是好奇心太强了，想看看河里还会不会漂浮上其他的东西。经过核查呢，他跟卡塔日娜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双方也不认识，嫌疑呢也就被排除了。调查就此也就陷入了僵局。有人就开始猜测了，凶手可能是在模仿电影《沉默的羔羊》当中的水牛比尔，用人皮去做衣服来穿。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他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警方翻阅了旧的这些卷宗，真的发现了有一桩类似的案子。1983年，克拉科夫的一名男子在家里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并且残忍地剥下了他们的皮，在河边弃尸的时候被警方当场给逮捕了。后来呢，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但是调查显示呢，这名男子在卡塔日娜案发时年龄已经很大了，而且呢，因为重病一直躺在医院里，根本就没有能力作案，线索再次中断。然而呢，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又一起剥皮案发生了。1999年的5月31日，一位老奶奶报警说，她的孙子谋害了自己的儿子，还把儿子的脸做成了面具。警方赶到现场，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那颗头颅就被扔在屋子外面，面部的皮肤被完整的剥了下来，缝制成了一副人皮面具。这位老奶奶和自己的老伴两个人年龄都比较大了，眼神不太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最近呢，老奶奶就发现自己的儿子比较奇怪，身边总是有一股难闻的恶臭味，而且呢，脸部也比较奇怪，就像是戴了一个面具一样，表情非常的僵硬。于是呢，在5月31日这天，老奶奶趁对方不注意呀，一把就抓住了儿子的脸皮，用力的往下扯，直接呢就将人皮面具扯了下来，而面具下面呢正是他自己的孙子。摸着手里的人皮面具啊，老奶奶知道自己的儿子应该是遇害了。在孙子的带领之下，老奶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的无头尸体，于是就报了警。凶手也就是那个孙子是23岁啊，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弗拉基米尔。面对审讯呢，他毫无悔意，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活该。他说自己的母亲对父亲忠贞不渝啊，而父亲却总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他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担心自己的爷爷奶奶伤心，就把父亲的脸剥了下来，做成面具，穿上父亲的衣服，戴着自己父亲的面具，模仿父亲的口吻和动作，假装父亲还活着，陪伴在年迈的两位老人身边。剥皮这个关键词让警方一下子就把两起案件联系在了一起。经过调查发现，弗拉基米尔也曾经就读于雅盖隆大学，比卡塔日娜大一届，两个人是认识的。警方呢几乎就认定他就是杀害卡塔日娜的凶手。可是不管怎么审讯，弗拉基米尔呢始终是不承认，警方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弗拉基米尔因为谋杀自己的父亲被判处了25年的监禁，卡塔日娜的案子再次陷入了停滞。200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警方从卡塔日娜的皮肤上提取到了一名男子的 DNA。他们把这个 DNA 呢与所有的嫌疑人，包括弗拉基米尔，逐一的对比之后，结果没有一个人匹配。DNA 呢又被录入了犯罪的数据库啊，依然是没有找到匹配的对象，案子就此也就成为了悬案，相关的资料和物证被封存了起来。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2012年法医技术在不停的进步，卡塔日娜的衣服碎面上发现了有一种稀有的植物纤维。植物学家指出，这种纤维只生长在陆地上，这就意味着卡塔日娜不是在河边遇害的，第一案发现场是在别的地方。但是这个线索太过宽泛了，无法指向具体的地点。在同一年，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3D 实验室的专家建立了一套人体建模系统，重新检查了卡塔日娜的遗骸。结果显示，凶手先是用手术刀精准地划开了他的脖子、腋窝和腹股沟，那是在切断大动脉放血。卡塔日娜是在极其痛苦中大量失血身亡。2014年，警方对凶手做了心理分析，凶手有着强烈的施暴倾向，内心极度的自卑，通过残忍的杀戮获得快感。2016年，警方咨询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法医专家维埃拉教授。教授通过实验证实卡塔日娜在生前遭遇过欺凌，并推断凶手精通格斗术，可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这些分析都指向了一个特定的人群，但是依然没有锁定具体的是什么人。直到2017年的9月，一个报警电话让凶手浮出了水面。2017年的9月，一位50多岁的妇女来报案，说她的邻居就是一个怪胎。明明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却总是穿女人的衣服，戴着女人的假发，还经常偷看她，跟踪她。这个消息传到了当年负责卡塔日娜案子的那个警长的耳中。19年来呢，他一直无法释怀这桩悬案，每次有新的案件呢，都会下意识的跟卡塔日娜的那个案子联系在一起，这一次呢也不例外。他接手了这个案子，赶到现场，听完妇女的描述之后呢，警方突然觉得罗伯特这个名字非常的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仔细一想呢，这个警长就突然想到了，此人正是当年那个喜欢在维斯瓦河上东张西望看的那个 B 先生。当年因为证据不足就放过了他，这一次呢，警方决定彻底的调查这个人。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呢，警方发现罗伯特背景令人不寒而栗这个人从小就有暴力倾向，多次被人看到他在虐待猫狗这些小动物。他还学过格斗术，先后在宗教医院和动物学研究所工作过，负责的都是解剖动物、给动物剥皮这些工作。更可怕的是在动物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曾经在一次值班的时候呢，把所有的实验用的兔子全都给剥了皮。事后呢，他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因此他被解雇了。有暴力倾向，精通格斗术，而且还会剥皮。警长呢申请了搜查令，带队就前往罗伯特的家里。可是赶到的时候，门窗大开，人已经不见了，很可能对方有所察觉，提前逃走了。警方呢冲进了厕所，撬开了地砖，下面的泥土上有已经干枯的血迹，由于时间太久了，泥土呢已经变成了黑色。法医经过检测之后确认血迹的 DNA 来自卡塔日娜。警方呢还在墙里发现了一本日记罗伯特在日记里详细的记录了自己是如何杀害卡塔日娜的整个全过程。由于内容太过残忍了，这份关键的证据后来一直都没有被公开。2017年10月，警方在一座废弃的厂房里逮捕了52岁的罗伯特。可是面对着审讯，他拒不认罪，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卡特日娜，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至于为什么逃跑呢？他说只是去朋友家里做客，忘了锁门窗了。但是铁证如山，2018年，克拉科夫地方法院以特别严重和残忍的谋杀案判处罗伯特终身监禁，案子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反转还在后面。罗伯特呢提起了上诉。2024年的10月31日克拉科夫上诉法院第二刑事庭撤销了原判，宣布罗伯特无罪，并且立即释放了。2026年的6月25日，波兰最高法院驳回了检察院的抗诉申请正式维持无罪判决。这呢也是案件最终的司法结论。案件的审理整个过程并没有公开，具体的审理过程和细节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之所以这样判的理由有3个。第一个呢是辩护律师质疑 DNA 样本在保存过程当中可能受到了污染。第二呢就是律师认为罗伯特的日记内容与法医的尸检报告有出入，怀疑法医的这个报告是伪造的。第三呢是辩护律师认为
警方在2017年搜索罗伯特家的时候，没有严格遵循取证的程序，部分物证属于非法所得，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检方指控罗伯特杀人的证据链被认定存在重大瑕疵。更重要的是呢，按照波兰的法律，同一个案件不会被审理第二次。也就是说，即便以后有了新的证据，罗伯特也不会被再次起诉了。2026年的最终判决引起了巨大的舆论争议啊！有的人认为罗伯特就是凶手，因为各种证据都指向了他，而且呢，他自己的笔记本里也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为什么要将笔记本藏在自己的墙壁里呢？但是呢，还有人认为啊，法律就是法律，宁可放过千人，不能错杀一人。既然证据链有瑕疵，就不能判对方有罪。直到今天啊，卡塔日娜的头颅、内脏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啊，仍然没有被找到，此案也就成为了一桩悬案。那么真凶到底是谁呢？罗伯特到底是不是凶手？欢迎评论区里说出你的看法。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了，这里是海盐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